AirPods Pro 3终于来了，它是苹果的又一次挤牙膏，还是一次真正的大升级？今天呢，我会从佩戴舒适度、降噪效果、音质，还有新功能等等维度和 Pro 2做一个详细对比，带你看清楚这一代到底值不值得升级。大家好，我是波波。首先我们来看看外观 ，AirPods Pro 3的充电盒呢，依旧延续了 Pro 系列的设计语言，乍一看和二代差不多，但仔细对比你会发现 Pro 3的盒子整体比二代稍微大了一点，却又轻了一些。但是在整体续航上呢 ，Pro 3反而有所倒退，从 Pro 2的整体30个小时降低到了24个小时。不过在单次充电的续航上呢 ，Pro 3又有所提升，从开启降噪了6个小时续航，增加到了8个小时。Pro 3呢依旧保留了 Seiko 与 MagSafe 磁吸充电两种方式，但是这一次包装盒内不附送 Seiko 线了，所以虽然价格没有增长，还是1899，但是好像变相阉割了配件不对，应该说好像是更环保了呢。另外呢，充电盒正面的指示灯和背面的配对按钮都换成了隐藏式设计，配对时 Pro 2需要长按按钮，而 Pro 3改成了和 AirPods 4一样的触摸操作，轻点盒子正面2次就能进入配对模式。当然，如果是苹果设备的话，依旧是老套路靠近手机打开盒子就能够自动识别。耳机本体的外形也有所调整，弧度略有变化，带来的实际差异呢，就是 Pro 3相比起二代，佩戴式耳塞会更深入耳朵一点，密封性更好，也能带来更好的音质表现。但是呢，我在第一次戴上 Pro 3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它没有 Pro 2舒服。Pro 2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没有存在感，在使用通透模式时，甚至会让你忘了戴了耳机的感觉。而 Pro 3在佩戴时依旧是舒服的，但却有一定的存在感了。但这个存在感呢，在我佩戴了大概半个小时后就逐渐适应消失了。但是我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出Pro 3为了提升降噪与音质，对于佩戴舒适度做出了一点点的牺牲。当然每个人的耳朵形状都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你的感受呢可能会跟我不同。另外 Pro 3这次呢还新增了一个 XXS 尺寸的耳塞，耳塞数量呢达到了惊人的5种，我差点都有点选择恐惧症了。对于小耳道的用户来说呢，如果在尝试 Pro 2代时感觉太紧的话，那么 Pro 3呢也许会更加合适。接下来我戴上 Pro 3的第二个明显感觉就是降噪真的太强了，在戴上的瞬间，我房间内的电脑风扇空调等噪音瞬间消失，而且它安静的有点过于彻底我甚至有一种脑袋有点晕眩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完全隔音的黑房间，就是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差不多就那种感觉。按照苹果的宣传呢，说是 Pro 3的降噪能力是 Pro 2的2倍，这点在实际测试中呢很难去量化但是我体感这个提升确实挺明显的。只是更强的降噪呢，也又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耳压变得更明显了一点。其实我在戴 Pro 1跟 Pro 2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感受到耳压的，而在戴上 Pro 3的一开始呢，是稍微有了点这样的感觉。当然这个感觉呢，也只是在第一次开启降噪的一瞬间比较明显佩戴几分钟过后就会逐渐适应并消退了，所以大家倒也不必担心。总体来说呢，如果你经常处于环境噪音较大的场景里比如说经常去坐飞机或者火车之类的通勤，那么 Pro 2的降噪我觉得依旧还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而 Pro 3的降噪表现则会让你更加满意一些。音质方面，我个人觉得 Pro 3跟 Pro 2之间确实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是那种质的飞跃，更多的是细节上的提升。毕竟 Pro 3呢依旧用的是 H2 芯片更多的是通过 EQ 以及耳机形状的设计来提升音质。Pro 3呢相比起 Pro 2来说它的低频会更扎实一些，比如低谷之类的会更有冲击力，在听嘻哈类或者电子音乐时呢，氛围会更带感在细节和生长上 Pro 也要更加开阔一些，乐器的分离度更高，比如说在听一首歌曲时呢 Pro 3能够让你更容易分辨出配乐中不同的乐器，而 Pro 2的声音呢则更加集中一点，相比起来呢稍微的缺乏一点分离度。总的来说就是那种如果你告诉我现在戴的是 Pro 3，让我细细品的话我确实能够找到一些区别，但如果让我盲测我戴的是哪款耳机，我的正确率可能只有60%。所以单纯从音质的提升上呢，我认为是不足以让我从2代升级到3代的。然后在通话质量方面，这里我做了一个模拟测试，通过电脑音响播放嘈杂的街道环境音，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两款耳机在通话时的实际收音情况。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声音就是通过 AirPods Pro 2来录制的，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周围的街道杂音有没有被很好的压制住，我的人声是否清晰。现在我们切换到了 AirPods Pro 3来录制使用同样的街道杂音作为背景，也是一样配合 Pro 3本身的麦克风降噪。
不知道大家能否听出它们其中的区别呢？以上呢都是我对于现有功能的对比，但是 Pro 3呢，它还有一项全新的功能，也是这次最大的升级之一啊，就是加入了心率检测功能。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可以适时记录你的心率，并同步到 iPhone 的健康以及健身应用中。像我自己呢，平时主要做的是这个肌肥大力量训练啊，在做大重量推举的时候，手腕上需要戴护腕啊，这个时候 Apple Watch 就没法佩戴了，也就没有办法进行心率追踪。而 Pro 3的心率功能呢，它正好弥补了这一点，让我在训练时呢也能适时追踪心率变化。另一个明显的升级呢，就是防护等级啊，从 Pro 2的 IP54提升到了 Pro 3的 IP57。这意味着啊，它不仅防水更强，还多了防尘的能力。像是下雨天跑步、做有氧时出汗比较多或者灰尘比较大的环境啊，都能更加放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项更新，就是 Live Translation 实时翻译功能啊。但是这一点并不是 Pro 3独占，像 Pro 2以及 AirPods 4在更新到最新固件并搭配 iOS 26时，也都支持这个功能。在面对面对话时呢，它能够直接把外语翻译成你能够听懂的语言。开启这个功能需要先在苹果的翻译 App 里设置好翻译语言与目标语言，然后同时长按左右耳机的耳机柄，听到提示音后啊，就算成功启动。不过目前实时翻译呢还不支持中文，主要支持像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啊。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播放了一部西班牙语电影，用 Pro 3呢来进行实时翻译。Maggie, ¿querías verme? Maggie, did you want to see me? Come in, sit down. Nos respondió el cliente. ¿En serio? The client answered us. Really? Tus nuevas ideas. They were very positive and love your new ideas. Dijeron que buscaban But they algo decided to fresco. keep the last campaign. Parece que se They referían said a they la were letra y looking for los something colores. fresh.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虽然未必能做到信达雅，但基本能把对白翻译成我能够听懂的内容。当然，它还是有一定延迟的，并要等对方说完完整句话才能够给出比较合适的翻译。不得不说，结合 AI 和智能穿戴设备的翻译功能啊，是目前各大厂商的必争之地。像国内的各种 AI 厂商以及美国的 Meta 也都把这一点作为宣传重点。我相信假以时日啊，语言壁垒将会逐渐消失，不再成为各国用户交流的阻碍。最后就是充电盒，虽然耳机本体没有换芯片，但充电盒内的追踪芯片却从 U1 升级到了 U2。在使用查找功能时呢，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下连接并定位耳机盒。如果你经常丢耳机的话呢，那么这个升级会比 Pro 2更好用。最后来总结一下 ，AirPods Pro 3的降噪提升很大，音质有一些细节上的提升，并且新增了心率检测和更高的防水防尘等级。但是在舒适度上呢，稍微打了点折扣。所以对于已经拥有 AirPods Pro 2代的用户来说呢，如果你追求更强的降噪，并且对心率检测功能很有需求，那么 AirPods Pro 3呢确实值得升级。而如果你更加注重的是音质、续航，或者对于 Pro 2的降噪已经很满意了的话，那么我认为就完全没有必要升级 Pro 3了。Pro 2呢依旧是绰绰有余的，用到 Pro 4出来都行啊。而对于 Pro 1代或者其他耳机的用户来说呢，毕竟这一代的价格没有提高，肯定呢还是买新不买旧啊，直接入手最新最强的 Pro 3，那就完事儿了。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数码相关的内容，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波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